5年前我离开时，阿爹还能挽弓射箭。他究竟是何时病的？不敢欺瞒娘子，将军近2年的身子骨，一日不如一日。其实，没有生这里的谢家，结局都一样。毒已经下了整整3年，是你亲自送了索命符，来往于楚都和云中，1月又1月。楚灵是一定要死的，不但死在姑的刀下，也死在女儿的消息里。不可能！上一世，明明是我婚后，那有毒的沙枣膏才送到父亲这里。这一世没有了沙枣膏，阿爹为何还会如此？将军身体异常，你可知是何缘故？老朽也不清楚是何缘故。待我再去给将军熬服提神补气的汤药来。你在我阿爹身边5年，可知他近来为何身体衰败如此之快？对不起，我不知道。重来一世，也没有什么不同。对你而言，有所不同。可是该有的遗憾，还是会有。草木枯荣皆有定数，更何况是人。将军一生护佑边郡，得万人敬仰。如今就算离开，也有爱女相送，兄弟陪伴。或许他并没有那般痛苦。就算将军真的纵马黄泉，但他对你的爱，并不会因此而消散。可他本不该是这样的，他不该是这样的。他斩敌手于边境，护百姓于边关。他做了一个将军所有该做的事。20万将士的性命，万千大楚百姓的安宁。你还要让他做什么？我要他活着，我要他活着，要他叫我臭丫头，我要让他陪我做沙枣糕，要他教我骑马射箭。我还要弥补他关于女儿所有的一切。我要的是会骂我但会等我回家的阿爹，而不是这冰冷牌位上的一句“魏将军英灵”。怎么了，姑姑？楚灵，楚灵快不行了。姑姑，您要去见他吗？
阿九，你说人死之前会想什么？未说完的话，未赴的约，或者未了结的心愿。我阿爹的心愿会是什么呢？如果你真的想知道，那就等他醒来，你亲自问他。不要再这样的折磨自己了。阿哲，你现在这样一副做错事的样子，你阿爹他不会喜欢的。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，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，才让我又走到了这个结局？我明明做了那么多努力啊，我明明什么都尝试过了，为什么我阿爹还是要离开我？阿哲，你冷静一点。我还能做什么呢？你告诉我，我还能做什么才能救我阿爹？众将士听令，今晚必须焚城夺粮。是。是。苏木退兵了，此战歼敌2000，我军折损300，中将军已率兵回城。好，太好了。谢燕来呢？还没有消息。
我答应过你，会活着回来。不如还是我派几个弟兄送你一程吧。草木寨因我卷入风波，无辜死伤众多。这份情，楚昭记下了。诸位倾囊相助，有何所求，直说无妨。嗨，我们有啥可图你的？望长公主顺利回到楚都啊！到时候别忘了兄弟们，随便给点赏赐就行。一定。那块玉，烦请替我保管好。当然。苍木领往望城虽距离不远，但难保不会有萧南郡的死士追击。这山下每隔半日，就有望城士兵巡哨，你们要多加小心。多谢婶子提醒，我们自有办法。那就好。保重。葛大婶说，望城每日这个时候会派兵巡山，果然不假。所以，你说的制胜奇招究竟是什么？自投罗网。你是想故意被这些巡山的士兵给抓住，趁机去望城？所以还请谢统领，待会儿记得手下留情。你们是谁？看来没有这个必要了。居然是他！此人上一世曾在阿爹麾下做先锋营，但现在的他看起来好像还只是望城守军里的一个小卒。梁强，你怎知我名字？令尊牵扯三皇子案的卷宗，我读过。你究竟是谁？三皇子伏诛，旧部尽数被贬黜，梁家自此没落。梁公子沦为巡山小卒，难道就甘心在这荒郊野岭了此一生？你究竟是谁？来帮你的人。我们不过是从苍木寨逃出来的山匪。梁公子在此巡逻，路遇山匪，将我们押回去。可是大功一件，我们不过是想弃暗投明，梁公子莫要多心。你只需权衡一下，这功劳，你要还是不要？到了望城，你们若敢耍花样，我随时取你们性命。公子既肯收下这份功劳，我们自然守规矩。你这伤都还没好全，就敢这般折腾？我有分寸。此人真的可信吗？梁强就算官职再小，那也是正经官兵。萧巡的私兵不会主动招惹和查看，这样我们就顺利躲过了萧巡的眼线。而且现在还能坐马车啊，虽然没有软垫高枕，但至少不用自己跋山涉水啊，多好，一举两得。让他们俩下来。
这像是往城里运稻草的车。车上的稻草捆绑松散，一般捆绑松散的马车，重载不会超过300-500斤。可这车辙却深于半指，至少得有800斤。车上还有别的东西？看这车辙的痕迹，今日进城的车不会少于10辆。有人如此大费周章，想对望城下手。望城是边陲重镇，倘若望城失守了，那云中郡便会被朔漠前后夹击。是萧巡派人乔装入城，可是不管是藏人还是藏武器，那守城士兵怎会不查？边关军令第10条，凡是持有军需令牌者，所运的物资一律免检。以萧巡的身份弄几块这样的令牌，易如反掌。随我进城，你们先回去。跟上。世子，朔漠军3000精锐已过了信古关，到达距离望城不足100里的沙朗坳。让他们扮作商队，拿着潼关文牒走官道，沿途切勿怠慢。是。等他们攻下望城，我们再出兵。姐，不好了，姐！报信的兄弟说，萧南郡方向西北官道有3000精骑扮成了商队，向望城方向去了。从萧南郡而来。望城是云中郡后方命门，一旦失守，萧巡不出半日便能截断粮道。到时候云中郡州军腹背受敌，粮草断绝，朔望边军可就成了笼中困兽。坏了，那2个还在暗角城，恐怕也已经到王城。玉。宪兵符。这是边军惯用捆绑犯人的手法，难道出内贼了？我们是望城信兵，山匪穿了我们的衣服，往北曹镇那边的驿站去了。北曹镇驿站直通云中郡。看姑娘举止仪态，不似寻常人家，为何会沦落至此？他娘疼我，说想让我看着金贵些，日后找婆家也能少受点委屈。这荒郊野岭的，可不是姑娘家能来的。若遇草寇，您身上的信报比我值钱。夜路崎岖，你又孤身一人，若遇歹人，怕是叫天不应，叫地不灵，当真出个意外差池，后悔可来不及。你也是女人，你都不怕，我怕什么？说话时，喉部无突出，桡骨角度平缓，锁子甲肩胛下垂3寸，说明肩部窄于正常男边。膝盖垂直内收，落地时足尖先触地，而非全脚掌，是女子避免裙摆沾尘的下意识动作。破绽不在于伪装，而在于习惯。婶子，你的样貌伪装得很好，但长久以来的动作习惯却骗不了人。你早就知道我们不是信兵。我从小在军营长大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士兵。而且，你们的种种行为不像是信兵，倒像草寇。既然你已经识破，为何还要跟我们走？
婶子不也一样吗？丽娘的那句至死不悔，到底还是露了破绽。你早就看穿了，不也还是让我跟着吗？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？哎呀，是个聪明丫头，可惜了，聪明人都活不长久。怎么，婶子还想杀我？在驿站，我确实看穿你和那个女人在演戏，但我还是带上了你，因为我想看看你费尽心思演这一出，到底打的什么主意。我们是仓木寨的人。可要随我上仓木寨。哼，不就等他谢燕来回来吗？至于咱们这么多人在这等吗？就是他是个什么东西？行了行了，家主吩咐的。怎么了？是要干什么呀？谢燕来，大晚上你发什么疯？就是发什么疯？谁给你的胆子这么跟我说话？重新说一遍。你别以为你得势了，你就欺负人。就是啊。仗势欺人，不是你们最擅长的。我们谢家可没有这样的破烂货，竟然是公然滥笑，倒是笑啊笑啊！听说他现在比三公子还要得势。他如今任皇家禁卫统领，是那长公主亲自安排的。眼见得了势，指不定会怎么报小时候的仇呢。九公子，按照三公子的吩咐，
给您刚腾出了一个院子，我带您过去。带路。啊，是。谢艳芳想借刀杀人，邓毅在等鹬蚌相争。但是阿爹的身体，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情况。我明明记得上一世，阿爹此时不曾病重，大婚之后才因为那有毒的沙枣膏，身体每况愈下。难道是我疏忽了什么？公主，喝点水吧。公主，您别急，我来给您算一卦。哎，没事，啊，这裂纹朝东是逢凶化吉的兆头。逢凶化吉。那便是吉有凶。阿乐，你帮我去给楚堂送封信，再请一个人过来见我。今晚辛苦弟兄们跟我走一趟，你带兄弟们去买点喝的。谢统领，长公主有请。我要回云中。长公主可曾知道私逃皇城的后果？我知道，邓毅和谢艳芳必会起义。阿乐行走江湖时，认识不少道医，偶得医药方，服后高热昏迷，脉象如重病。届时再让阿宇下令。任何人不得探视。姑一定不会让人来打扰姐姐。阿乐，带陛下回去休息。是，公主。反正我称病不出，正好投了朝臣们的下怀，自然不会有人深究病情真假。这本来就是他们想要的结果。你觉得你能瞒住那2人几时？况且萧薰已经回到了萧南，如果让他得知消息，绝不可能让你轻易的回到边郡。这些，你可都想过？想过。正因为。
你知道，你拦不住我。阿九何时变得这么婆婆妈妈的？这都送出去快30里了，莫不是舍不得我？你放心，我虽然武艺生疏，可我日日都有勤学苦练。就你那点功夫，遇到真正的高手，根本就不够用。你个小贱蹄子，我看你往哪跑！我供你吃，供你喝，你学会跟人私奔了是不是？老娘今天打断你的腿！好汉饶命，小的认错人了。二位的这个马车，跟我要找的实在是太像了，怪小的眼拙，一时冲撞了二位。认错人了？那你原本想找的人是谁？小的是在欧阳镇开花楼的，我的头牌跟着上京的那个书生给跑了，我是特地来抓人的。可是没想到拦错了马车，求二位贵人高抬贵手，我真的不想死。别装傻，谁派你来的？没有人派我来，真的没有人派我来，我真的是认错人了，我又不想死，别杀我！他看起来不像撒谎。你们走吧。谢谢好汉，谢谢好汉，快走快走快走！你这点倒是跟老头一模一样，那么容易轻信他人。我14岁就一个人从云中郡来到楚都，好人坏人我还是分得清的。我知道了，但也有例外，不是吗？比如萧寻。你说的也没错，看错人又怎样？知错能改不就好了？何况我相信，阿九不会让我错第2次的。拿着，别忘了我教你的。不是说我那点功夫没用吗？无妨，我擅长智取。这个你也收好。你可知这长公主令代表什么？代表我信任你。我现在是替你保管，也替我守好阿宇。你也注意安全。摘下傲骨血肉成鞘，星火在缝隙间熬，烈焰中咆哮，把寒夜烧出破晓。命运困我于囚牢，也不想深愿低头。天黑路远，路上小心。总是有光渺渺，我自桀骜，指尖冲破天光一道，让这满身伤痕成为我心的骄傲。宫阙九重暗角，只为人笑，纷纷扰扰，人间惊空伴你照朝。星火在缝隙间熬，烈焰中咆哮，把
可知这长公主令代表什么？代表我信任你。不问今朝，不问结局，我已信我到，心的骄傲。世子，刚得到消息，长公主昨日突然急症，高热不退，不再上朝。哦，这么巧啊！云中郡急报。 说楚灵病重，想不到他们父女二人还真是情意相通啊！若是昨夜出行，恐怕主朝已经不在楚都。既然已经出来了，就不要回去了。楚都去往云中郡，毕竟无阳镇。你去派人对镇外蹲守，务必保证万无一失。 属下这就去安排。阿超，停车。我们走到哪儿了？ 再有半日，我们就到武阳镇了。您稍等一下，我把马套一下，请引缰绳，马上就走。按照萧群的性格，他若收到宫中我称病的消息，必然有所行动。武阳镇定有人蹲守，马车进城太过显眼，不安全。你在镇外10里将我放下，沿着西北官道一路直行，记住，千万不要停。好嘞。 果然不出我所料。 老板娘，那些人看着不像善茬，是干什么的？山匪吗？哟，这话可不能乱说啊！我们武阳镇可从来没闹过山匪。他们啊，是乡绅府里的护卫，说是主家逃了个偷财物的丫鬟。抓丫鬟？可不是嘛！领头的那个啊，凶得很，连姑娘家的帷帽都要掀开看。老板娘，倒茶。哎，来啦！ 大人，长公主染病静养，不见外客。长公主病情牵涉朝堂，本官奉监国之命查问，你敢抗旨，你放肆！监国之权不涉后宫，再往前一步，我的剑可不任太傅。好，很好，谢统领。 咱们走着瞧。为了他，邓毅都敢得罪。职责所在。 谈何得罪？铁鹰离了萧南郡，沿楚都到云中一路布防。你真觉得他能活着到边去？他可比你想象中的要强大。是，他聪慧过人，即使能躲过萧雄的劫杀，可他忘了一件事。
去边境这一路，山匪横行，只怕是躲了虎豹，又进了豺狼窝。一个弱女子，若不幸真的遇到这些亡命之徒，你猜她能活过几个山头啊？九弟，好好守着这皇城的安危，免得等长公主死讯到来之时，没人替她打。只能说是这人间至高的美味。都怪你馅料没有拌好，那猪油的配比得合适，少了多了都不行。原来如此。我爹说的，少了太干，多了太腻。是我自己的问题。我离开云中郡太久了，久到配饭我都忘记了。其实我从前也不太会做这些糕点。阿爹，你看，我学会了，阿昭学会做沙枣糕了。哎呦，我们阿昭太厉害了！那下次别再偷吃馅料了，啊！阿爹不用吓唬我，我就是想念娘亲了。我没机会承欢于他膝下，但我就想去看看，看看他看过的风物，走走他走过的青石巷陌。我娘亲若是还活着，定然不会希望我做一个只会关税的女娘，她绝不会像你这般自大。她定然会在乎我的心。是，你是从无败绩的大楚战神，是万人敬仰的魏将军。你忙着忽悠你的边关百姓，忙着树立你的赫赫威名，你忙到根本无暇关心一句你的女儿究竟想要什么。想念一个人，不是一件丢脸的事。
想家也不是。我跟着老头那5年，他确实过得挺好的。每天忙忙碌碌，偶尔得到一些西域的香料，他就会放到小南院的房间里。出去巡逻的时候，看到好看的花枝，便会采回来，栽在小南院的院子里。因为他跟我说，小南院是你以前住的地方，收拾好了等你回去。主张，其实老头他没有责怪你的离开，他只是想知道你在外面过得好不好。他只是很思念你。当然，这一切你可以不用回应，也没有关系，因为这都是他自己的事，所以你无需自责，因为根本就没有人需要被原谅。其实，我也很想念我阿爹，还有大漠的一切。老头他是一个很严厉，但很心软的人，和你一样。老头第一次带我去沙漠的胡杨林，他说那里的每一根枯枝都在拼了命的活着，这才有了1000年的风景。死非常容易，活着才算本事。阿九，抱歉，是我太聒噪了。不会啊，能听到你讲这么多话，我很高兴。夜深路重，殿下早点休息。谢谢你跟我说这么多我阿爹的事情，也谢谢你跟我分享你的过去。不客气，就当是报殿下的一告之恩。那谢统领，这盒红豆糕你就拎回去吧。多谢。我今天说的话一直算数。就是以后你有什么愿望，都可以来跟我许，不管是踏遍刀山火海，我都会帮你实现的。我楚昭，言出必行，绝不反悔。好，不会。报！报！殿下！仁州郡急报，昨日朔漠来访，楚将军击退朔漠大军，身体突感不适，昏迷不醒。将军，朔漠撤军了。果然如将军所料，这一次幸亏您提前谋略。将军。朔漠犯境，主帅楚灵当有失察之责。朔漠军犯境是真，楚将军令人扑了个空也是真，不问其功，反问其罪。既然领兵打胜仗，便是分内之事。云中若破，后果不堪设想，公不能体过。陛下，
楚灵治军不严，理当问罪。郎中令大人忧国之心可嘉，但本宫倒想问问，萧寻前脚逃回萧南郡，朔漠后脚便突袭，这般巧合，难道是有人里应外合？长公主的话倒是点醒了臣。臣记得当日是太傅力主赦免萧寻，口口声声抚藩王之心，现在看来，这心抚的真是时候。谢大人慎言，赦免萧寻回归萧南郡，此乃陛下旨意，难不成还要我去质疑天子？倒是谢大人，听说您打算将世子府据为己有。世子府行胜之地，四通八达，与其闲置，不如物尽其用。陛下体恤，赐予了臣，怎么？太傅也想要啊？够了，朔漠犯境，当务之急是稳定军心。至于内患，本宫倒要亲眼看看，到底是谁着急为外贼铺路。孤伐了，众卿若无事，便退朝吧。恭送陛下，长公主见驾下。好你个谢家三公子啊，竟然敢把其下到明面上！这谢艳芳既然能向您直言送长公主一场真战乱，就说明她有恃无恐，知道我们没有证据，不能奈何她半分。是啊，她既然敢说出口，就证明她已经留了后手了。哪怕现在我们叫人去查，也查不到任何线索。谢艳芳身边如铁桶一般，但百密总有一疏，不如我们先试着从高阳老家下手。谢艳芳进京时，早已把谢氏子弟全部带在身边，如今高阳老宅剩下的几个管事的，不堪大用。不过你说的对，想要打毒蛇的7寸，就要先把手伸进蛇窝。少游，即刻着人去高阳。是。谢大人，这盘棋你可得好好下呀。往左半寸，再高些。好，下来吧。这谢府二字一挂上，趁的这座宅子都亮堂了许多。公子，城中已传遍了，魏将军楚灵疏忽，才让朔尔门人犯境。您说他会不会跟萧玄？
公子这是为何？我只是好奇，一个离开主人5年的狗，还能有多听话？伏羲或相依，大富贵伴随着大危险。这长公主的冠冕戴在我头上，可未必就是楚家人的护身符。当然，我并非不感念伯父当年的照看，只是他日若我坠下高台，同为楚家人，也免不了溅你们一身血。所以堂姐，须得为自己谋划，早做打算。阿昭，你不必试探我。自你入主长公主殿那日起，楚家上下便与你性命相依，荣辱与共。好，既然如此，这招探流云，本宫学得不好，待本宫回去再练练。长公主身居后宫，却能得到朔漠密信，当真是手眼通天。阿九，你人不在殿前，却对大殿之事了如指掌，你才是消息灵通。你想要拖谢家下水，你可知道这样做的后果有多危险？楚昭，没有人可以在谢三的眼皮子底下耍小聪明，你也不例外。可我就想当例外。可若是他反手揭穿你伪造的密信，还栽赃给了谢家，你有没有想过该怎么办？还是靠那个乳臭未干的小子再救你一命吗？那我就说，莫是你给我的，看看你的三哥会不会放弃他的好弟弟。没有人可以看到谢三的心思。阿九，你会帮我的，对吧？你在边郡战场多年，一定知道朔漠士兵的外貌特征和装扮习惯，能不能告诉我？原来你早已经计划好了。若是萧巡逃脱，就沿途散布萧南王质子引朔漠兵入境的谣言，将其视为叛国者，格杀勿论。如若没有横生枝节的话，不会有枝节。就算有，我也会剪掉。用一个真相造的假，才最让人无可辩驳。没有人比重活一世的我更清楚，萧南王父子就是勾结了朔漠。
世子，如何？楚昭确有一封密报，是说世子与老王爷囤积私兵，勾结朔漠。他到底是从何处知道这些事情呢？过往这些时日，我处处小心提防，他绝对不可能探听到任何与朔漠有关的消息。此女狡诈，或许是用假象蒙蔽了世子，让您放松了警惕。绝无可能。我若按兵不动，凭楚昭手上的那封密报，他们便可公开问斩我。我若出逃，便坐实了叛国的罪名，死于乱军之手。无论我们选择走哪条路，主动权都牢牢地掌握在他的手中。难道我们多年筹谋，真的就这样功亏一篑了？那日朝堂之上，占了上风的分明是我们，怎会形势如此逆转？到底是何处错了？往日之事，多说无益。但眼下，或许我们还有第3条路可以走。还没查到吗？太傅息怒，已经派人3个人去找了。找到了，找到了，老夫人回来了，是长公主殿下把老夫人送回来的。殿下，家母。下人已经送老夫人下去休息了。我是在西市街角遇到老夫人的，看见她时，老人家正在地上拾取菜叶。家母乡野出身，节俭惯了。挨过饿的人，才会珍惜每一份粮食。就如同世人皆爱财帛，这本也是人之常情。依点个人喜好，长公主见笑了。何来见笑一说？但从乡野走到如今太傅之位，太傅靠的是真才实学，期间努力必定远超旁人所想象。这般勤勉，理应令人敬佩才是。这是丝线编织的长命缕，每一个结都能锁住福气。长公主深夜前来，不会就只是为了送我这长命缕吧？不知我能不能用这么多的福气，来和太傅换一样东西？哦，何物？萧寻的命。长公主不怪本官在朝堂之上与你意见相左。怪，如若太傅坏了我的计划，这些钱就是买你性命。说笑而已，太傅放心。所以太傅还没告诉本宫你的答案。金银易得，知己难求啊！成交。本宫言出必行，也望太傅勿出尔反尔。一定。殿下，谢统领奉陛下命等您许久了。
在等我？我只是在欣赏月色而已。谢统领好雅兴啊，欣赏月色，欣赏到本宫殿前。莫不是担心本宫去了太傅府有危险，特意在这里等我回来？天下这7无宫，月色可真是冷清了。冷月照孤尘，正合我意。我是奉陛下命前来的。已经得知消息，萧玄打算明日离京。你有多少把握？他会和你的计划一样走官道？明日我会遣水师以查私盐为名，封禁所有商船。一旦码头无路，萧玄势必只能走官道。倘若他真的走官道，我已经在卧牛岭安排了弓弩手。一旦萧玄离开楚都地界，便会立刻将其就地诛杀。明日绝不容有失。放心吧。明日我会亲自带人埋伏，一定不会有事。